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4月4日深夜，一向低调的王一博突然冲上热搜，这次带来重磅好消息，他主演的电影《人鱼》传来新动态，粉丝惊喜不已。4月4日深夜，当大多数人都准备进入梦乡时，微博热搜榜突然被一个名字点燃，王一博。没有绯闻，没有争议，这次让他连夜冲上热搜的是一个让影迷和粉丝等待了近3年的确切消息，他主演的电影《人鱼》终于等来了官方的明确信号。投资方猫眼娱乐和欢喜传媒在2025年的全年业绩公告中白纸黑字地写道，这部影片将在未来1年有序推进上映。这短短几个字，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要知道，这部电影从2023年6月启动拍摄，到2024年7月杀青，已经沉寂了太久。无数人都在问，这部集结了顶级阵容的电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几乎零宣传、零物料，甚至零路透的3无状态下，这部电影在猫眼平台上的想看人数早已默默突破了30万大关，在淘票票平台，这个数字也超过了25万。一部文艺片在定档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模糊的期待，就能吸引如此庞大的关注度，这在内娱电影市场里算得上是一个艺术。人们不禁要讨论，这份惊人的热度究竟从何而来？是王一博个人号召力的极致体现，还是电影本身就有某种致命的吸引力？答案或许要从这部电影的基因里寻找。人鱼是导演程耳与王一博继无名之后的第2次合作。程耳这个名字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几乎等同于作者电影和极致美学的代名词。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他构建的影像世界总是充满疏离感与宿命论。而王一博在无名中饰演的叶先生，其内敛而充满张力的表演，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可塑性，更让他与程耳导演之间建立起一种难得的信任与默契。这种二搭本身就是品质最有力的背书。影片延续了获得金鸡奖的原班制作团队，从立项之初就被定位为文艺片领域的重点项目。程耳导演更是在无名路演时就直接将其定义为一部超级艺术片。当程耳美学遇上决心在演员路上深耕的王一博，产生的化学反应从一开始就拉满了外界的期待值。如果说导演和主演的组合是电影的第一重保障，那么公布的演员阵容则堪称神仙打架。除了王一博，影片还正式确认了汤唯、王传君的加盟。汤唯的文艺片气质与程耳的镜头语言向来被视作天作之合，他的加入无疑为影片增添了厚重的质感。王传君则是业内公认的巨抛脸实力派，他的表演总能精准地切入角色的灵魂。而最引发热议的新面孔，莫过于黄义慈，也就是大众熟悉的黄多多。2026年2月14日，电影《人鱼》更新演职表，正式确认了这位星二代的银幕首秀。她将在片中饰演一位在日本青森学习艺术的女大学生，一边是久经沙场的影后与戏骨，一边是初出茅庐却备受瞩目的新人，这样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极具讨论性的话题。然而，让人鱼保持神秘感与高热度的远不止阵容。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本身就像一场现代版的苦行僧修行。故事横跨3个地理与文化气质迥异的地区：中国大兴安岭、越南河内、日本青森。这意味着剧组需要辗转于极寒、湿热与温带海洋性气候之间进行实景拍摄。王一博饰演的是一位在大兴安岭腹地与世隔绝的守龄青年。为了贴近角色，他经历了演员生涯中最痛苦、最折磨身心的拍摄过程。网络上流传着一些拍摄细节，称他在零下40度的极寒环境中进行实拍，甚至需要完成赤身潜入冰河、生死活鱼等高强度戏份。尽管这些细节未经官方证实，
但王一博本人在纪录片《探索心境》中亲口承认，拍摄人于非常痛苦，但完成后的成就感让他觉得拍完此片后面对任何工作都没有压力了。这种极致的、近乎自我献祭式的付出，不仅是对演员身心的巨大挑战，也成为了影片质量与真实感最有力的注脚。与演员的痛苦付出相呼应的是影片制作上近乎偏执的神秘。从2023年开机到2024年杀青，长达1年的拍摄周期里，这部备受瞩目的电影竟然没有流出一张像样的路透照片。在待拍核丝生饭无孔不入的今天，这几乎是一个奇迹。有分析认为，这源于导演程耳对作品保密性的极端重视。他早年曾遭遇过剧本被剽窃的事件，因此对创作过程保护得极为严密。也有粉丝戏称，这是史上最神秘的电影。这种零剧透的状态，如同一层厚厚的帷幕，将影片的真容完全遮盖起来。观众越是看不到，好奇心就越是被吊得老高。大家只能从只言片语的官方信息中拼凑想象大兴安岭的茫茫雪原，越南河内潮湿闷热的市井，日本青森静谧的艺术氛围，以及穿梭于这3个时空之中，命运被微妙连结的人们。影片的叙事结构也充满了程耳式的作者风格，它并非一个线性的故事，而是通过3条主线平行展开。大兴安岭青年第一次面对来自南方世界的诱惑，越南河内一位经营着别出心裁人鱼表演的中年男人，深陷人生的悲喜困局，日本青森一位艺术系女学生在创作中的探索与成长。这3条线索如何交织，人物命运如何产生共振，是影片最大的悬念之一。程耳导演曾透露，这部电影关注的是那些无力过年的人。这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命题，让影片在美学形式之外，更增添了一层深沉的社会观察底色。有影迷根据其多线叙事和哲学思辨的气质，将其类比为东方版降临。除了王一博，其他演员的角色同样充满看点。汤唯饰演的是一位在越南河内的人鱼表演者，这个职业设定本身就充满了隐喻色彩。人鱼介于人与鱼、现实与幻想之间，与影片探讨欲望、困境与身份的主题不谋而合。王传君饰演一位中年男性，具体角色尚未公布，但以他一贯的选片眼光和表演深度，这个角色必然承载着故事的重要分量。而黄义慈的加入，则让这部电影跳脱出单纯的演技比拼，进入了更广泛的社会讨论场。作为在聚光灯下长大的星二代，他的首次大银幕触电就选择了程耳这样高门槛的文艺片导演，并与王一博、汤唯这样的演员合作，这无疑是一个高起点，也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审视和压力。他的表现能否撑起这个复杂的角色，将成为影片上映后另一个热议的焦点。所有的这些元素，顶级的导演、破圈的主演、极致的拍摄、神秘的操作、复杂的叙事，最终汇聚成了那30多万的想看数据。这个数字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一部分来自王一博庞大的粉丝基数，他们对偶像的每一部作品都抱有毫无保留的支持与期待；另一部分则来自日益壮大的影迷群体，他们被程耳导演的作者风格所吸引，被超级艺术片的定位所召唤，渴望在大银幕上看到不同于流水线产品的独特表达。还有一部分或许来自普通观众对于好故事和好表演最朴素的渴望。在2026年2月14日演职表更新当天，相关话题在2小时内阅读量就突破了 1.4 亿，这充分证明了其热度早已突破了粉丝圈层，成为了一个大众文化事件。市场的期待也直接反映在行业动向中。猫眼娱乐和欢喜传媒作为主要的出品和发行方，在财报中将人鱼列为未来1年的重点推进项目，这无疑给焦急等待的观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尽管欢喜传媒在2025年的业绩有所波动，但人鱼作为其核心的优质内容资产，推进节奏并未受到影响。业内也在观望这部影片能否复制甚至超越无名当年取得的约 9.31 亿票房，再次实现商业与艺术的双赢。
毕竟，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一部作者属性强烈的文艺片能获得如此高的预售热度，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回过头看4月4日那个深夜的热搜，更像是一个蓄力已久的信号释放。它宣告着一场漫长的等待即将进入尾声。从2023年盛夏开机，到2024年杀青，再到2025年财报确认推进，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沉默。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没有刻意营造的噱头，有的只是官方偶尔掷地有声的公告和粉丝日复一日的默默标记。王一博为了这部电影暴瘦，进行水下特训，在极寒中煎熬。程耳导演带着团队在3个国家之间奔波，打磨每一个镜头，整个剧组在神隐中完成了一次艺术冒险。所有这些付出，最终都凝结成了猫眼和淘票票上那个不断跳动的数字，以及社交媒体上一次次被点燃的讨论。当一部电影在诞生之前，就已经承载了如此多的故事、汗水与期待，它本身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依然有人愿意为了一种纯粹的表达，去忍受极致的痛苦，去坚守漫长的寂寞。而观众用想看投出的票，或许就是对这份坚守最直接的回应。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